那刚好特别提到说，如果排除 technician error 的时候，我们把 ABO 血型鉴定不相符可以分成4大部分：一跟抗体有关，因为它出现在 reverse phase grouping 第二个是我们细胞分型相关的，也就是抗原的部分。第三，因为蛋白质而引起的一个伪凝集的情形。第四，多重原因复杂原因的一个复合。好，那我们来看这张表这张表我觉得整理的非常好，我觉得对实务工作者也是一个比较好厘清问题的一个整理表。好，那我们先来导读一下。这张表呢，第一个大圆圈呢是我们的 forward grouping， 也就是我们直接来调查红血球上抗原的表现。好，那另外旁边的这个 reverse grouping 那我们拿的样品就是血清当中或是血浆当中的这个抗体来检查。好，那我们就可以分我们的预期的反应程度是第一个栏位是消失了或变弱了，我的抗原怎么应该有，怎么变不见了呢？或是多出来 extra 的 antigen 反应。第三，有一个特别名词mixed field 的混合视野。在这个凝集反应试管里面，我看到两种凝集反应，那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混合视野。好，再回到 reverse phase， 一样把它分成弱跟强，弱就是 mixed weak， 那强的话就是多出来的 extra。有了这个分型之后，我一对照我的实验结果，我就可以透过这张表找出最常见引起这样的一个实验结果的原因。那我在这调查病人是否是符合这样的情况，如果是的话，我还可以推敲出为什么会不相符合那我们就依据1、2、3、4刚刚不同的分类来特别来学习一下第一个刚好提到的，在 reverse phase 里面这个讯号比较弱一点点，那常见的原因跟年纪有关，可能这个是新生儿或者是老人，他本身产生的抗体量是比较弱的，而导致我们在 reverse grouping 当中发现的预期的讯号这道凝集反应的强度也比较弱，或者是他正在免疫抑制的一个药品的一个施用情境下，我们就会看到第一类的情形出现。好，那我们这边有个表格就是模拟那个情境。我们拿到病人的血液品呢，然后做了细胞分型、血清分型，结果是0、0、0、0，这不是中头彩他说奇怪，不是应该反过来吗？结果他们两个细胞分型、血清分型全部通通都一样的时候，哇，吓一跳，那到底是哪里不对劲然后这边所提出来的是，他们一开始怀疑的是这个抗体这边好像是讯号太弱了，然后再下去做追踪。那这样子按照刚刚的 Sturridge 1、2、3、4来下去做调查的时候，第一件事他们检查这个 patient 的年纪跟他用药的历史。那他们后续也发现他是属于老年人的一个情形。那另外呢，也把这个样品，如果是抗体比较少的情况下，或许我们可以把incubate 的时间就是培育的时间、反应的时间延长到30分钟，来看最后的凝集反应。那也可以透过把温度下降到4度C， 然后进行15分钟的 incubate， 因为anti-A、anti-B 这一大类的抗体大多都属于 IgM， 所以 IgM 比较适合的一个反应的温度呢，当然就是在室温或者是以下的温度来进行。所以可以透过这些可以解决的方案再去验证这为什么会有不相符的现象。好，我们来到第二大类。第二大类呢是属于我们的 forward grouping， 然后讯号比较弱的一个情况下，那有哪些常见的原因呢？我们刚刚都学过几个一个是亚型，可能是 A2 亚型或 B3 或者是 B 亚型就是 ABO 亚型系列的。那因为抗原的数量下降嘛，所以在 forward grouping 上面细胞分型，它的那个凝集价数也当然看起来没有那么强。那第二个呢是相关的疾病 leukemia 这样的一个疾病，或者是其他的溶血性疾病，可能就会引发一个造血系统的一个压力他们就会将这个 antigen 的stress 是一个 depressed 的一个抑制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我们在做细胞分型的时候，我们在量测这个抗原量的时候，讯号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我们就看到一个比较 weak
或者是 mixing 的一个凝集效果。好，来到第3关了哈，也就是因为病人体内的 protein 的因素异常的因素而造成的一个米钱状的一个凝集情形。那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哈，可能可以比较想象起来，你就可以把它想说，哎，这平常我们在显微镜下观察红血球的时候，看到一颗颗很可爱的像小圆盘一样分离。可是当病患如果体内的蛋白质含量过多的时候，他会看到这个米钱状，哎，这些红血球开始叠加在一起，像一串一串的那个米钱呢，叠在一起。那这个其实是因为它表面红血球表面呢，或者是血浆里面的蛋白质过多的情况，而导致它看起来粘在一起，很像钱币粘在一起。那这个其实可以透过我们的显微镜的观察，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凝集反应，还是所谓的叠加，我们像钱币这样叠加起来，而不是真正的凝集反应，可以做厘清。那通常这一类看到在显微镜下看到这样的情形，回推病人的情况，通常是因为有以下这些疾病而造成 globulin， 它这个量是上升的，所以我们在红血球凝集反应里面会看到一个米钱状的现象。好，在这里呢，老师也给一个实例让你们看看哈，拿了一个病患的一个样品来进行血清分型、细胞分型，然后得到的数据是4价、4价、2价、2价。哎，聪慧的学生可能一下子不是应该4价、4价、0价、0价，然后它是 AB 血型吗？怎么会出现这件事哈？那这个临床判断上面就会发现，哎。这个在血清分型上面好像有多出来的讯号哈，也就是有 extra antibody 的干扰。那这个干扰呢，到底是来自于我们刚刚提到的，它是因为蛋白质含量过高，globulin 太高而引发的这个伪凝集反应。那我们要怎么证明这件事？好，那这时候有几个 resolution 的方式解决途径的方式。第一个，显微镜下观察，一只变明白，显微镜下一看。就知真凝集假凝集，只是叠在一起，还是真的红血球们都凝集在一块哈。那第二个，如果是因为这个 globulin 太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透过 normal saline 的 wash 来进行一个处理，将红血球透过 normal saline 的 wash 去除掉 globulin 的干扰之后，我们再重新进行 ABO 血型的鉴定，应该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 data。那还有一种可能性。这个多出来的2价反应是真的有多出来的抗体在干扰。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执行这个不规则抗体的鉴定跟筛检，来了解一下到底是哪一个extra antibody 来干扰到我们的 ABO 血型鉴定。好的，透过以上几型的介绍，我们总算对于这个 ABO 血型鉴定有时候会发生不相符的现象。细胞分型、血清分型不相符的现象，居然不是一个呈现相反的状况下，我们可以依序来做一个排除。第一个，优先处理 technical error， 接下来重复试验 ABO 血型，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将红血球透过 normal saline 进行 wash 之后，再重复 ABO 血型的鉴定。第三，如果有机会拿到新的样品，再将新的样品做 ABO 血型鉴定，与旧的做一个 double check。接下来呢，就要来看看病人的这个病史的记录，有没有用药的记录、输血的记录等等。第四呢，我们来观察跟分类 ABO 血型的不相符，是反应太多啦，还是反应太少啦？跟预期的差别在哪里？然后我们再透过分析图来了解真正原因是如何，为何会造成 ABO 血型鉴定上的一个不相符的状况。那以上呢，希望透过这个图表，还有一些实例的解释，让大家对于 ABO 血型鉴定又有更多的了解哦。